朋友们好，欢迎回到江风世界。北戴河的海边一张名单都没有，北京却先动了。8月6号，中南海所在的西城区换了区委书记，几乎同时，东城区长陈宪森的名字仍然挂在区政府官网，却又出现在北京市委政法委机关领导班子里。再往南，丰台原区长从政府领导页面撤下，继任人选已经进入公示程序。3个位置，3种变化落在同一个时间窗口。北戴河暑期政治活动前后，5中全会已经确定在10月召开。连在一起看，这3个变化正好卡住中央政务保障、首都政法协调，还有北京南部的交通。所以今天咱们不猜谁住进北戴河哪栋楼，也不等那张看不见的谁上谁下的名单，只看公开人事，回答2个问题：为什么偏偏现在换？换了以后能有什么效果？先看西城。8月6号，北京市委决定，原区长治海杰升任西城区委书记，曾林峰任区委副书记。西城区官网随后把曾林峰列为区政府党组书记。这里有一个细节值得记住：2024年10月31号，北京市委同一天下了2道决定，刘东伟任西城区委书记，治海杰任区委副书记，提名区长人选。这2个人是同一天上任的搭档。到8月6号，书记走了，去哪儿？一个字没有。接他位子的就是当年跟他一块儿上任的那个区长。党章写着区委书记1届5年，刘东伟做了1年0.9个月。西城不是北京16个区里普通的一个区，中南海在西城，金融街也在西城。北京官方对东城、西城的定义是首都功能核心区，是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和国际交往中心的核心承载区。中央批准的核心区规划还直接点明要抓好中南海及周边天安门到长安街这些重点地区的综合整治。西城自己反复讲的红墙意识，12个字：绝对忠诚、责任担当、首善标准。北京也公开要求东城、西城确保中央政务活动安全、高效、有序。红墙外面的道路、消防、应急、街道治理、社会面秩序，还有驻区中央单位的日常协调，都离不开西城这套行政机器。一次最高级别的政治会议，必须有人管交通、应急和城市运行。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西城一把手换了。再看东城，陈宪森的名字目前仍然挂在东城区政府官网，职务还是区长。另一边，北京市委政法委主办的公开页面里又出现了他的名字。这个人一只脚还留在核心区政府，另一只脚已经踩进市级政法链条。为什么这一点重要？因为这条人事路径本身就在告诉我们，东城区长真正经手和积累的很大一部分是政法、安全和核心区治理的能力。反过来说，这条人事变化也替我们把东城的性质点破了。这里实际上是北京核心区政法、安全和中央政务保障体系里的重要训练场。再往南看，丰台是第3种状态。原区长张艳林已经从区政府领导页面撤下，去向尚未公开。7月28号，北京市委组织部公示，市规划自然资源委副主任周同伟拟提名为区政府区长人选。丰台不是首都功能核心区，它的分量在另一头。北京南站、北京丰台站、北京西站这些大型交通节点，承担着北京南部大量的交通和城市运行任务。所以眼前是3种状态同时出现，西城已经换完，东城出现双重挂名。丰台的继任者刚摆上桌，再把日历摊开。7月28，丰台区长人选公示。7月30，政治局宣布10月召开5中全会。8月3号，蔡奇受习近平委托出现在北戴河。8月6号，西城正式换书记，东城区长的另一重身份也浮出水面。如果北戴河谈的是10月份怎样处理最高权力，那么任何方案最后都绕不开一个现实问题：谁来执行？中办负责把名单变成文件，中央警卫系统负责门里面，会议外围的交通、消防、应急、社会面安全和驻区中央单位协调，
靠的是北京市和区一级的行政机器。那么这几个人究竟只是换了几张脸，还是在几个关键接口上补齐了一整套执行能力？先不急着问治海节是谁的人，曾林峰属于哪一派，陈宪森奉了谁的命令，周统伟背后又站着谁？咱们换一个更稳也更有用的办法，先不看他们是谁的人，先看他们会干什么。一个干部被放到什么位置，未必能直接证明他站在哪一边，可他过去20多年形成的能力，往往能告诉我们组织现在需要他解决什么问题。先看治海节，他的公开履历里反复出现几个非常特殊的岗位：东城区委办公室、区保密局、北京市信访系统、市委督察室、市委办公厅。这是一条典型的办公、督察、保密和信访履历。党委办公室真正熟悉的是上面一句话下来，谁牵头谁配合，哪份文件能扩大传达。督察系统掌握的是命令卡在了哪一层，信访系统掌握的是压力从哪里往回冒，保密系统掌握的是谁能知道材料能走到哪一步。所以治海节最突出的能力是把上面一句政治语言翻译成下面一整套行政动作，而且他不是突然空降西城。2024年10月底他就到西城当副书记，代理区长。2025年1月9号正式当选区长。如今从区长升任书记。再看曾林峰，他的履历横跨北京农商银行、金融街和北京市地方金融管理局。现在他重新回到西城，担任区委副书记、区政府党组书记。这说明他知道银行资金怎样走，地方政府又怎样把一项政治任务变成财政、企业和行政资源。更要紧的是，他以前就在西城干过，现在从市级金融监管系统回来，带回来的是一整套北京市金融系统的接口。所以西城这两个人放在一起是一个很清楚的组合。治海节负责任务怎样落下去，曾林峰负责让命令落地的时候后面有钱。再看陈宪森，他毕业于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担任过东城区副区长、东城区委政法委书记，后来又回到东城担任区长。他既熟悉区一级政府怎样运转，也熟悉政法委怎样统筹信访和社会稳定。如果他的调动最终正式完成，客观效果就是把一个熟悉核心区地面运行的人接到更高一级的首都政法链条上。西城动的是政治执行和资源，东城动的是政法接口。最后看周统伟，他现在还只是拟提名为丰台区长人选，可他在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分管的并不只是规划，还包括人事、党建、纪委、土地储备。把这些职能放在一起，周统伟带过去的是把空间、干部、资产和社会反应放在一起处理的能力。现在把4个人重新摆在桌面上，4个人正好拼出4种能力：文件怎样落，资源怎样接，风险怎样报，城市怎样动。从能力组合看，北京几个关键接口正在同时补进不同类型的执行者。这里还要把2本账分开，地方任命改变的是地盘，是组织政法、资源和城市运行。真正改变中央全会表决池的是中央委员被处理、空缺出现以及候补委员递补。可政治决定也不是投完票就自动变成现实，票决定桌面上通过什么，执行系统决定桌面上的东西能不能走出会场。从时间上看，北京的人事方案在北戴河以前已经进入程序，到了北戴河窗口，第一批结果开始落地。所以说，更像一套提前准备好的方案，在5中全会定档前后依次启动。一套政治执行系统真正厉害的是一套看不见的默认路径，哪一种通知一来，哪个部门立刻启动，哪一类中央活动以前固定找哪几个人，碰到2种指令，大家习惯听哪条线，什么事情必须等正式文件，什么事情过去一句口头提醒就先办了。任何运行多年的庞大系统都会长出这种组织惯性。而眼前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点，他们不是完全陌生的空降者。治海节已经在西城当过区长，曾林峰以前就在西城管过金融街，陈宪森长期在东城做过副区长和政法委书记。
熟悉机器的人以新的权力身份重新进场。过去一句照老规矩办，下面马上就动。现在新负责人可以多问一句，谁定的老规矩？现在还有效吗？有没有正式依据？出了问题谁负责？说得更直白一点，这是取消过去组织的惯性。换得太早，旧网络有时间重新缝起来；换得太晚，新机器来不及磨合。偏偏7月底8月初开始动，到10月大约2-3个月，正常的会议、汇报、预案和行政程序足够重新跑一遍那些靠多年默契才能自动运转的旧线路，却未必来得及完全恢复。它形成的客观效果很接近这样一种状态，机器照样能转，却不再保证按照2022年那套老路转。中南海那几位这会儿算的是谁先动手谁先出局，海边那些人一天到晚熬的是心，咱们普通人能抓在自己手里的就是自己和家里人这副身子骨。普瑞堂给咱们频道观众的这次福利，单笔购物满500美元就送1整根玄宝黑参。这500美元不要求全买黑参、玄宝黑参，普瑞堂其他产品黑参口服液都可以混合计算。结账时输入咱们频道专属优惠码 JF， 全球包邮。给自己或者家里长辈做日常滋补，或者提前准备秋冬的礼品，可以趁这次一次配齐。购买链接就在视频下方的置顶评论区。好，咱们接着说。门外已经换锁，蔡奇手里的那支笔还算不算数？西城、东城、丰台的区委书记和区长管的是交通、消防、应急、驻区中央机关协调，中共中央办公厅管的是材料、议程、通知、文件。真正的权力是让这2种力量在同一时刻动起来。这也是为什么蔡奇手里的中办主任职位这么重要。按照公开职务，蔡奇目前仍然是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并兼任中央党校校长。8月3号，他仍然以中央书记处书记身份受习近平委托到北戴河看望专家。不过，判断一个中办主任有没有失去实权，也不能只盯着那块牌子还挂不挂。大家注意一个公开职务，孟祥峰。官方对他的表述不只是中央办公厅副主任，而是中央办公厅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今年2月的全国保密工作会议，就是孟祥峰代表中办这条线出席讲话。去年他还公开撰文谈中央决策怎样落实，这就很清楚了。这个人掌管日常运转，知道哪份批示已经下去，哪个部门还没执行，哪项任务卡在什么位置，他是中办的实际负责人。而且你说巧不巧，他恰恰是胡温的人。所以判断蔡奇的中办权力有没有变化，要看谁在主持办公厅系统的关键会议，谁在管机要保密督查和文件运转，谁代表中办向地方和中央机关部署任务。而6月以来，北京已经出现另一个不能忽略的硬动作。6月6号，北京市政协主席魏晓东被中纪委宣布调查。魏晓东不是一个与蔡奇毫无交集的北京官员。2017年，他出任北京市委组织部部长。2021年，蔡奇担任北京市委书记时，魏晓东又出任北京市政协党组书记。他长期处在蔡奇主政北京时期最要紧的人事和组织接口上。可是现在他已经不再受到蔡奇的保护。7月底，丰台区长人选启动，8月初，西城书记换人，东城区长又出现向市级政法系统移动的公开信号。这就叫上面的人事节点先断，下面的执行接口再换，产生的客观效果是蔡奇过去在北京经营过的那套组织关系正在被重新洗牌。过去一个电话打进来，下面知道他代表谁，应该用多高优先级办理，现在都必须重新回答一个问题：你现在代表谁？到了那一步，蔡奇可能仍然坐在主席台上，可他手里的笔写出来的东西还能不能让整套机器像2022年那样立即启动，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北京换人可以改变执行地盘，中办换手可以改变会议机器，可习近平能不能交出总书记、军委主席，最后仍然要过中央委员会这一关。
7月30号，政治局宣布，10月份五中全会的主要议程是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有人看到公开议程里没有写调整最高领导人，就说五中全会不可能换人，这个判断站不住。去年的4中全会公开主轴是审议“15·5”规划建议，可同一份公报最后同时增补张生民为中央军委副主席，递补11名候补中央委员为中央委员，并确认14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被开除党籍。所以一场以党建为公开主轴的中央全会，完全可以同时处理军委人事、递补和纪律问题。党章和中央委员会工作条例把权限写得很清楚，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常委和总书记是中央委员投票选举，也可以增补。中央军委组成人员由中央委员会决定。所以从党内程序上说，五中全会具备调整总书记和党内军委的组织权限。接下来再把票池讲准确，中央委员能参与投票，候补委员就不行，但是从候补委员递补上来成为中央委员的是可以投票的。这就能看懂李云泽。李云泽是20届候补中央委员，今年4月28号他被免去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党委书记局长。5月27号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开会通过了对他的罢免案。6月26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告他的全国人大代表资格终止。比如说本来该递补他成为中央委员的，结果现在递补上来的人可能就是反习联盟的了。再看过去20届的3次全会，从2中到4中出席的中央委员少了35人，候补中央委员少了23人。按照中央委员会工作条例，全会必须有半数以上中央委员到会才能召开，普通表决赞成票要超过应到会委员半数，涉及对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的重大纪律处分，则需要更高比例的多数。如果按照现在落马的速度这么排下去，习近平集团和反对联盟想要拿到自己想要的票数都很难。所以五中全会公报一出来，先别急着看长篇政治口号，先看第一段，中央委员来了多少人，候补中央委员来了多少人，再往后看递补了谁，处理了谁，军委补了谁。那几组数字就是中央委员会内部最便宜、最公开也最难完全遮住的一张 X 光片。如果北戴河谈的真是习近平怎样交权，那么光靠几位元老在海边达成口头共识远远不够。一份最高权力交接方案要真正落地，至少要对上3道锁。第一道锁是门外的路，也就是西城、东城、丰台以及整个北京市的行政、政法、交通、应急和中央政务保障系统。这一道锁已经出现公开变化，西城书记正式换人，东城区长出现新的身份信号，丰台继任人选进入程序。不能说门外已经全部换完，可它确实开始转动。第二道锁是门里的纸，也就是中办、书记处、会议通知、议程、材料、名单和督察链。这一道锁目前还没有公开打开，蔡奇仍然是中办主任，仍然公开出席最高层活动。真正要看的是孟祥峰这些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是否越来越多地代表中办处理关键任务。蔡奇的公开活动是继续集中在中办和书记处，还是逐步转向党校、干部教育和礼仪性事务？如果牌子还在，日常工作却已经交给别人，那就是最典型的一种办法，人不先动，权先过户。第3道锁是会场里面的票，这包括现任中央委员的资格、候补委员的递补、纪律处分报告、军委补位，还有书记处和最高领导层的人事方案。这一道锁正在整理，可远没有到能宣布结果的时候。接下来2个月，真正值得盯的是这么几件硬事：曾林峰是否正式完成区长程序，陈宪森的最终去向，周统伟是否正式进入丰台，谁开始代表中办处理五中全会前的关键事务，有没有新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被正式处理，军委空位最终由谁来补。3道锁只有同时对上，交权才可能发生。
门外的路换了，中办的笔还在蔡奇手里，最后关头仍然存在翻盘风险。中办换了，北京外围执行链没有理顺，会议本身可能出现混乱，前2套机器都准备好了，中央委员会里面没有足够票数，方案还是过不了。所以北戴河真正难谈的不只是习近平愿不愿意退，真正难的是怎样让交权方案一旦启动，就没有任何一条旧线路能够在最后关头把它倒着开回去。这也决定了从现在到10月大概率不会出现一声巨响，更可能出现的是一连串看起来并不惊人的小动作。一个官网名字变了，一个区长完成任命，一个中办会议换了主持人，一批中央委员的纪律问题逐步结案。9月底，政治局再确定5中全会的具体日期、文件和安排，每一件单拿出来都不像习近平下台，可他们如果沿着同一个方向排列，最后形成的就是一条完整的权力交割链。2022年那套靠旧关系、旧惯例和旧会议机器在最后关头突然翻转安排的条件，正在被一项一项重新审核。所以现在还不能说习近平已经输了，可以说的是，有人正在努力保证，即使到了最后关头，他也不能再用2022年的办法赢一次。看到这儿的朋友，顺手点个赞，点个订阅，并且转发一下。门外的锁咱们今天讲完了，门里那5把空着的椅子，军委7个位子现在只坐着2个人，下一期接着拆。